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，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。还没装修好，爸爸就被外派了。后来他出事，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，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，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。那时我7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跟爷爷奶奶住，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。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，爷爷奶奶从不阻拦，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。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，可从没细想。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，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。妈妈再次让我出国，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，也想在国内读大学。于是13岁时，我搬到了盛家老宅。外公一直对我很好。我高考比较早，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。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。这个时候，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。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？应该是。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，也太卑鄙了。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，我改了志愿，报了医学院。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。整个大学期间，我借口学业繁忙，很少去盛家。实在退不了去了，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。后来又去美国留学，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。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，我渐渐地放下，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。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，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，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，我才陪同参加。后来我出了车祸。那段时间，我心里充满了戾气，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，我直接答应了。我算是从基层做起，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，毕竟我没学过经商，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？进入盛源半年，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，我想办法解决了。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。我做了些事情，交了些朋友，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。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，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。这应该是夸奖我。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？这哪里是夸奖啊？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，不笑的话，别人怎么会放心？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，
是什么？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。嗯。后来我就到了苏州。再后来，重新认识了聂小姐，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，我好像回归了理智，好像得到了弥补，心情平和了。我问自己，为了让别人不痛快，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，是否有意义？当然，本来是有的，因为我那时矫情，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。可是，现在又拥有了希望。我不想放弃，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。过年时，在天池医院，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，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。前阵子去西北，站在黄沙旷野上，极目远眺，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，天地辽阔。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，不限于在手术台上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此路不通，我可以换一条路，我还可以学以致用。我的手废了，难道我只有手吗？最宝贵的，难道不是我的大脑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，特别厉害。以前我是很厉害，但是换了条路，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？不可能。这么肯定？就是这么肯定。好。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当然高兴啊。哎，其实，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，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、科研人员。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。哎，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？当内科医生，还是搞科研？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？在深圳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发信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。安排相亲那个？对，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，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，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。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。她告诉我，他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中国，加入了中科院，而且就在上海。
他知道了我的遭遇，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。见，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，我一定可以。嗯。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，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，他这种行径，侮辱的是雨森吗？侮辱的是整个盛家。爸，你听谁的谗言？根本没这回事儿。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。是啊，兄弟之间开玩笑。你在怀疑谁啊？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，盛远还不是你们一言堂。明天把雨森喊过来。好。别在上海玩太晚，早点回去啊。知道了。江叔，你放心，回头来南京玩。舅舅再见。再见。我们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去逛街？我想去逛逛田子坊，还有武康路什么的。丽叔。好的。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，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。那我先去自己逛逛，等一下你来接我。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？什么？每次下车之前，但是，如果我们一起下车，也要吗？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？西光，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？啊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哥，邢杰被爷爷骂了，现在面壁思过呢，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。他活该，不干人事。哥，你女朋友呢？昨天我只跟她打了个招呼，还想认识一下呢。下次在外面吧，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。肯定是好事啊！哎，对了，偷偷告诉你，我爹告得状。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！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，我是遗传。那我也不瞒着了，我妈也告状了。
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。哥，你快进去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外公，雨森来了，坐吧。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，干什么去了？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，接着去了深圳，和设备商碰了一下，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。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？这个方案不吃现金流，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。哦，那你详细说说。有些类似叫钥匙工程的逻辑，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，设备方出资研发，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，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，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。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。好，做得好，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，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，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。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，经营的要点就4个字：降本增效。这4个字说来简单，做起来着实不易。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，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。坚持不坚持，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。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？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，想和子女团聚，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，他又放不下。他是个有远见、有追求的人呐。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K 技术，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。等他退休了，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，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。我正想和外公说，等双眼脱困，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。你要回去当医生？医生是当不了了，做些别的。你终究还是放不下。也好，但是你未来干什么，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。我说送就送，你随便处置，你把它卖了，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，我都管不着。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。你问，你现在就问。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，她正在睡觉。睡觉？嘿，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？嘿嘿，嘿，你说这年头啊，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。老李，上班之后立刻通知财法，着手办这件事。哎，外公，别推辞了，快30的人了，要成家立业了。外公送你一份产业，这跟你妈妈没关系，是我的决定。回去吧，聂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？回吧，回吧。告诉博凯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，他要是再做不好，就不用来见我了。给你买了咖啡，怎么样？突然叫你过去干嘛？外公把双眼的股份给我了。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拖一拖。
不着急办。喂，聂成远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？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，故意避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，西光？她去参加寿宴了。嘿，哈，这倒有意思了。你女儿来寿宴，你真不知道？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！前天晚上，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，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得不得了，把邢杰的风头都抢走了。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？哎，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，但是远程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。我不知道他过去，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，还是你跟我说的。林雨生去了苏州，我才开始查的。我想起来了。有这么回事儿，哎呦，这么一回想，搞了半天，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。嗨，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？行，算他有本事。哎，你这奋斗了半辈子，到底是便宜了别人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再说，小孩子谈恋爱，哪里做得了数？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。我那外甥什么心机，什么手腕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。再加上那张脸，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，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。行了，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。你打过来就是这个啊？还有双眼的事儿。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？对，上周我碰到一个硅料生产商，他对双眼很有兴趣。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，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。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，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。哎，现在不成了。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，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。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，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拦一手，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同意，你不同意，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。我话就到这儿，你自己琢磨着办。还有一个事情，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，这个项目，你打算参与吗？对我们来说，可做可不做。怎么，盛远要做？邢杰负责这个项目，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，给他保驾护航。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？也不用太麻烦，你随便拉个团队，陪他一起试试水。等他中了标，咱们利益共享。包凯总，围标是犯法的。哎，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。邢杰是小辈，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？于情于理都很合适，你就不要推脱了。哎，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，我也找人帮你把脉。再说吧，头疼，先挂了。陈远，跟谁打电话呢？不是让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劳神吗？你说的轻巧，我不劳神，谁来赚钱？你来啊！别大把花钱住别墅，说这种轻巧话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啊，跟个小宝宝似的，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，长不大，是不是还疼啊？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比昨天好多了。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，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，烧得我头疼。好，你最大，
我马上就把湘潭移走，别生气了。还有，念远的事情，我骂了他好几天了，他知道错了，他以后绝对不敢了。不过，念远跟你一起出去过，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，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？我以后啊，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，那种人啊，就要离得远远的。我在想事情，你出去吧。好好，那你好好睡一觉，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。你怎么那么畏畏缩缩的？就不能大气点儿？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，碰见他不好。没事儿，我吹吹风，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。聂成元本来就多疑，我多说说，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再说了，那杏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。妈，你真聪明。听着简单，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。我肯定学不会。妈，你怎么把湘潭撤了？他头痛，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。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，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之前还笑话江云沉不住气，这2天听到聂成元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他离婚，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，搞得聂成元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。我还说人家蠢，蠢的是我，离了婚还有钱。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，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！妈，你别说了，小心聂叔叔听到。没事，他躺着呢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就是这2天伺候他烦了，发牢骚，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，连个好脸色都不给。唉，谁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呢？你要出去啊？芊芊来无锡了。大家今天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不是说好我请吗？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，这次绝对不行了。再说，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，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？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，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，没几天就赚了10%，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，可惜才放了300万。哦哟，那就是赚了30万。你眼红什么？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啦？对呀，平常1瓶酒不都这个钱吗？哎呀，哪有？最近家里看得严，老爷子看我不顺眼，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，弄扣扣这消费都降级了。也是，每次问家里那点钱，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，还是自己赚钱开心。看人脸色，真不好受。哎，能买那个东西稳吗？到底怎么买的？我上次大概听了一耳朵，没太听明白。有这种赚钱的新路子，不要忘了我啊！之前芊芊带我赚那笔早花完了。别把你忘了，我上次给你讲的时候，你自己不耐心听，现在我懒得说了，下次我找个证券公司的人给你讲啊。哎呀，下次什么时候耽误我赚钱？哎，现在讲嘛。你跟他说吧，我和念远点菜。服务员点菜。就是这个 app， 我用了这么多平台，只有这个是绝对稳的。绝对稳是什么意思啊？来高楼，不会亏钱。它不会有这种好事。不过呢，这个平台确实有非常厚的安全垫，它设置的止损线在95%，意味着你只会亏5%，但是你赚钱却是无上限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实时更新的净值 T+0的赎回时间非常的灵活，一点都不占用资金。亏个5%，怕个鬼哦！我投个100万试试。哎，我也想投点。你也来100万。
我刚买了珠宝，这个月零花钱剩的不多了，我先投个15、20万吧。对，少投一点玩玩，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。不过我懒得去，给身份证拍个照，让人去办就好了。我还是自己去吧，在哪儿啊？上海和苏州都有吧？无锡在哪儿我不知道。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，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。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，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，我们内部消化一下，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。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，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天地良心啊，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。包总先别急着喊冤，我们一项项看嘛。我们先看水泥。我对比了之前2期厂区的报价，我们没涨价呀。对，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。谈的怎么样？丁总，这总价算下来，我们都没利润了，实在做不了啊。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，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。包总，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行情不好，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嘛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，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。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、笑眯眯的，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，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，给我们留了空间，过得去吧。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，他看起来不好糊弄，一次干好免得返工。行，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，我还以为他不管事，过来嘛装装样子、镀镀金，好升职的，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，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，回头大家都好做嘛。没想到他来真的，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。林总，他们厂的副总经理，就长得很帅那个，不然还有谁？真的假的？我听说他有甚远的背景啊。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，谁知道呢？嗨，车来了。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？今天林总特别忙，一整天都没见到面。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，好像有啥大人物来吧。我说呢，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？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！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。行啊，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，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。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，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。那我们改时间，周日也行啊。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。我料到你重色轻友，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。那是你们约得太晚了，今天已经周4了，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。下周末2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。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，别说我，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。细光固然重色轻友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水开了，下面条了。你慢点吃，喝点果汁。你又买了？这个有果肉，好喝。对了，我问你们件事，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？肯定有人说，但是还好啊，
就是议论几句，这也很正常嘛。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，还有人议论呢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，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，被我听到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。关他们屁事啊！你明明多干了活，之前加班也最多，还徇私呢，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。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？你明明腿都快跑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生气，我也没生气。那，给。真的，真的啊。首先呢，他们这么说，说明我杀价到位了。其次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，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，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，他被人说应该的。对哦，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，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，是吧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，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。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了，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，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。什么？你说邀请英姐、雨华一起，那也不行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我们坚贞姐妹情，夜宵不能移。手下留情啊，姐妹，夜宵可以移的。请3位小姐移步下来吧，我就在公司停车场。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哇，西瓜，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？感觉好刺激，就是心跳有点快。我们没有啊，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，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啊？我有吗？那我检讨一下。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？今天去区里开会，被领导们叫住，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。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，区里非常感兴趣，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，可以申请补贴。真的吗？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，暂时还没回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太好了。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。完蛋了，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。林总啊，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。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。光伏行业不好做，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。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具体定在哪一天？咱们宜早不宜迟。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，周4就是环道吉日，一栋楼开工。好，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，有2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，还有2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。
是我们新式堂采用的是传统屋顶加装光伏系统的方式，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，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，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。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。来这边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，这位是我们双园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。你好。您好。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。哎。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，这么隆重，来了好多人啊！正常，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，我们好歹是造房子。也对。这两位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？张总说的神秘嘉宾。要不你叫他们阿姨。西光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看这里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。张总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今天我是主持人，我先上去说两句，抛砖引玉。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。张总啊，客气了。今天我非常的荣幸，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迎来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，共同见证流光花园和双园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。我仅代表公司，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。8年前，双园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。张总啊，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，就不多待了。啊，那我送任主任和毛局。李森，对，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，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。好，那麻烦林总了。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，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。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，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？行啊，小聂，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。好，我把画栏放了进来。好。好神奇哦！嘉宾居然一眼相中，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，为什么呀？难道？英姐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说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感。啊，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？暂时没有了。啊？王总留步，你先忙吧。好，那就不送礼了。电池和组装生产线，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，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。实验室在电池厂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我最感兴趣呢，就是这个流光花园。哎，西光，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，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，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，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。你看，你看，还谦虚上了。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，把事干好，这还不了不起吗？哎，舅妈，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？你偷偷摸摸的，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和你妈学你啊？学我啊？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。
吓你一跳。给我惊喜。西关跟我提过，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。刚刚流光花园的开工仪式，为什么没看到他？华总性格直率，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。他嫌浪费时间。哎，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花总呢？我早上跟他说过，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。老大在实验室呢。哎呀，他又忘了跟我们说了。我去找他，你们先坐。我手机呢？哎呀，我手机呢？快帮我找找我手机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。不是，老大，干林总您来了，就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啊？这儿。林总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实验室啊。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.5个点。真的？数据稳定吗？反复测试了很多次，看浮动没有超过0.1。我们去实验室。好。你们这个花总也真是的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我还想问问他光谱建筑一体化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呢。这个时候，花总大概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，肯定是叫不动的。BIPV 的技术方面，阿姨你可以先问一下西光，他可不光是整合资源，技术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，现在起码在应用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。他是这样的，要么就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干，一旦干点什么，就一定做到最好。你们两个不要自卖自夸。不过舅妈，你有问题可以先问我，粗浅的我可以解答，要是有拿不准的，我去帮你问华总吧。行，我看你们宣传册上写啊，你看，流光花园光伏板总面积达到460平方米，月发电量是4000多度，这个发电量稳定吗？你们这个建筑比常规建筑成本上浮了多少？小林，你们这个 PERC 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实际生产，还能保持这样的转化率吗？肯定会下降一些的。不过 PERC 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，我们预计会保持在20%的水平上。有这个技术在手，双远未来可期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张总，快坐。来晚了。我们也刚到一会儿。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，等着你点菜呢。那我就不推辞了。来，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，必须来一条。然后小油上壶。399，我在外面吃饭。卤鸭，盐水河虾。我知道了，谢谢399提醒我。好，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。这个桂花鸡头米。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？对。最后1人1碗3虾面，来，你们看看还有什么？够了够了，我们节食呢，这些已经吃不掉了。也是，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，就这些吧啊。于森，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。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？是。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，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，直说吧啊！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。知道什么呀？跟我们有关。小林外公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林。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，难道西光爸爸不同意？
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，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？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。为什么呀？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？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。希光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，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，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。而且你可以放心，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，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，就一定会完成。那好吧，那看看情况再说。其实相比起来，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。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宇森了？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，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。哎呦，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，那叫习惯了吗？所以，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。可以是可以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少了2根木头。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？你就不完整了呀。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。那我说的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嗯，1根木头都没有少，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下次再改。还要等下次？对，我先走了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雨而已。推开窗外，有晴空万里，总会有我有你，总会有我有你。聂总，下季度营销策略报告会安排在9点，会议时间大概1小时，10点出发去新太湖医院做检查。检查先取消。江苏商会的陈会长10点半到公司来，你中午在里湖宴订个包厢。好，下午2点动收。你今天在不在公司？我有事找你。进来。聂总，江总来了。江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业务？你不必上来就这么阴阳怪气。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意是什么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，我清楚什么？聂总，江总，请用茶。谢谢。那我就直说了，盛老爷子
要把双远的股份赠与林宇森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西光跟林宇森谈恋爱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去盛家那个宴会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那天正好我没有去，要是去了，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，却跟着舅舅出现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你就是因为这个，这些你来质问我，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？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平日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判断力，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甩到我头上。行了，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。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股权转让的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当我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？我是在商言商，有个硅料厂商出了个好价，想要完整收购双远，我正打算说服盛远把双远卖掉。若是盛远转让给了姓林那小子，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。光伏这2年是很难，但是聂总应该不是短视的人，熬了这么久了，眼见黎明将至，在这关头卖掉双远。哎，谁也不是傻子。国家是出来一些政策，但并不如预期，市场反应冷淡。下一轮政策何时来，力度如何还是未知。况且，科技企业有多烧钱，你心里没数。之前股份在盛远手里，有盛远在背后撑着，资金不愁问题。现在盛老头子嘴一张，把他送给了林宇森，林宇森哪有钱去做后续的产能扩张？以后光伏行业就是大鱼吃小鱼，没有盛远做后盾，双远走不远。所以无论卖不卖，盛远这手转让都损害了我的利益，我当然不能同意。哼，聂总真有趣。当年你我都是草根起家，如今你发达了，就开始唯资本论成败了。不说远程，如今光伏行业几大巨头，哪个不是白手起家？你凭什么认为双远在小林和西光的手里就走不远？你叫的倒是亲热。你知道林宇森是什么人？就那么放心女儿跟他谈恋爱？你这话说得对，这方面我的确识人不清，所以我不干涉女儿的选择。总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集团的决策就是这样。下一阶段集中精力在地产上，光伏未必做不起来，但是哪有房地产稳妥高利润？看来你是执意要脱手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卖给我吧，免得你还要去说服盛远。市价多少，我照单全收。啊，当然，记得把你欠双远的工程款要扣掉。你打算出来做光伏？我没这个打算，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，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。你卖给谁不是卖，我收了也是一样，就当我送给西光的一个礼物了。我不过在商言商，你这样一弄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，唯利是图，里外不是人。你还在乎这个？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，聂总倒是很了解自己。行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，在女儿面前表功，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，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？你要双远的股份，就拿你远程的股份置换，差额的部分我现金拨给你。我留的那点股份，不过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留的一点念想。没想到你连这都容不下，要把我彻底扫地出门。你这么说就没必要了，在商言商罢了。况且你已经脱离了集团，该拿走的也拿走了，对公司也没贡献，留着也没意思。我有没有贡献，不是靠你来评判的。但是你要觉得我没有贡献，我也不介意。
反正不影响公司每年要给我分红。你不情愿，我还更高兴呢。西光对光伏行业有兴趣，我给他收购一家不算难事，不是非要双远不可。你怎么还奇货可居起来了？居然要挟我！聂总啊，聂总，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。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，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。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，那后面怎么收场？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、枉做小人，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还是说，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，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，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。走了。江总，我们去哪儿？你绕着公司外面开一圈吧。王律师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看我心头像，藏好了。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。妈，在做什么？在画图什么的。西光，妈妈昨天找你爸爸，沟通了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。爸爸怎么说啊？他为什么反对？他说他不想再耗费精力在其他产业上，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，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。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给了小林，那小林肯定不会卖，这笔买卖估计就黄了。这个时候出售双元，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？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，不过我向他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元的股份。妈，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。那爸爸同意了吧？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元了。不，
他拒绝了，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。他怎么这样啊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，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？你不要答应他，你一定要拒绝掉。我当场就拒绝了，但是回来后，我却突然觉得，这也许是个好主意。习光，妈妈刚刚见了律师，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。妈，不行，你别冲动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。宇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，不会在双远。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，你真的别冲动。哎呀，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等等我。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，但我现在就回去，你等我啊。